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随着川普提名鹰派理事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在今年5月份掌管美联储，美元开始微型反转，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资产，包括黄金、白银、比特币等开始崩盘。而现在抛售潮终于蔓延到了美股，标普500指数今天滑落到6798点，距离跌破125天的移动平均线6730点仅一步之遥。本期节目，查理为大家更新一下最近被杀得最惨的 AI 云计算科技股甲骨文，看看 Oracle 究竟有没有底，还是会套住所有试图抄底的投资者。此外，我还会为大家带来 CI 投资系统对于谷歌、Palantir 和 INTU 的最新信号，看看咱们能不能逢低买入这些优质的软件类股票。这是2月5日美股的盘面，可以看到和昨天差不多，市值排名前10的巨头类股票又是一片血红，惨不忍睹啊！但是今天跌得最重的，轮到了云计算的御三家谷歌、微软和亚马逊。华尔街从来都是喜欢吸带血的筹码。今天，Stifel 的分析师 Brad Reback 将微软的股票评级从买入直接下调至持有，并且将它的目标价从$540大幅下调至$392。哎，好巧不巧的，刚好就卡在 MSFT 的市场价附近了。Stifel 预计，微软在2027年的资本支出 Capex 将高达$2000亿，远远高于市场此前普遍预期的$1600亿。这种激进的 AI 基础设施会严重拖累企业未来的利润率。尽管 AI 人工智能的需求旺盛，但是由于 Azure 云服务的供应限制，短期之内我们很难看到业绩的大幅加速。报告指出，谷歌凭借着 Gemini 正在加速追赶亚马逊和微软，它的云业务表现非常强劲，从而削弱了微软在 AI 领域的先发优势。然而，查理认为，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服务其实都是需要巨额的资本支出，在 AI 时代，巨额的 CapEx 支出其实是入场券而非负累。这种高昂的门槛恰恰构成了极深的护城河。如果你不投入，那才是真正的出局。如果咱们相信华尔街的砸盘表演，傻傻的在$400以下卖掉微软，那就真的被他们割韭菜了。个人还是对 MSFT 的股价在第二季度的反弹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随着 Azure 供应限制的逐步缓解，以及 Copilot 等 AI 商业化应用的业绩兑现，微软的盈利能力将再次证明其行业霸主的地位。那除了云计算的巨头，今天被抛售的其他股票还包括了特斯拉和礼来。很明显，市场依然在杀估值。特斯拉的 PE 目前还高达360，它很可能持续滑落到马斯克去年9月份的平均买入价格$385附近。届时我们会再深入分析 TSLA 股票的走势。那至于礼来，虽然它的最新财报数据大超预期，但 LLY 的本益比还是高了一些，在45以上。考虑到 GLP-1 减肥药赛道的日渐拥挤，诺和诺德、罗氏和辉瑞都在抢占这个市场，可以预见礼来未来的市场占有率会持续降低。而且更关键的是，药企最怕打价格战，一旦 MVO、PFE 的减肥药打折卖，那么礼来的拳头产品 Zepbound 也可能被迫再降价。因此，查理暂时不会考虑买 LLY 的股票，但如果未来它的价格能够回撤到$900以下，我会再考虑。当然，其他减肥药大厂，查理现在也不会买入，因为激烈的竞争会让所有公司都变成输家。那么今天股价相对比较坚挺的是定制芯片的老大博通，这是因为谷歌昨天的财报有披露，公司将花费$1850亿在 AI 资本支出之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将用来从 AVGO 那里购买 TPU 定制芯片。查理个人还是非常看好博通的股价长期表现，因为博通确实是一家基本面非常优秀的芯片巨头。如果我们看 VIX 恐慌指数，会发现它已经突破了21，接近去年11月底的峰值水平。查理认为，我们需要等到2月中下旬，新一任美联储主席候选人沃什参加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提名听证会的时候，他会公开发言，表达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降息进程以及如何处理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之后，市场才可能真正的放松下来，届时美股才会迎来比较大的反弹。
那目前 VIX 指数大概率还会维持在高位震荡一段时间。而由于沃时奉行强美元的政策取向，作为避险资产的美元，它的价值从1月底开始触底反弹。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已经连涨了好几天，而且它上涨动能还挺强。那反过来，美元的意外走强，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就纷纷开始了价格的崩跌。黄金 GOD 的价格在过去一周下跌了4.2%，白银 SLV 则更是单周暴跌25%，距离1月28日的高点已经蒸发了接近40%。当然，最惨的还是加密货币以及币股。比特币今天又暴跌了12.8%，正式跌破了65000美元的大关。在过去半年，比特币的价格雪崩了44%，熊市已然确立。而比它更惨的是借钱买币的 MSTR，Strategy 的股价现在已经跌破110美元，市值半年之内蒸发71%。MSTR 的下一个强支撑要下探到80美元附近，这就意味着 Strategy 居然还有高达25%的下跌空间。那以太坊的情况比大饼更惨一些，半年跌了50%。而 Tom Lee 代言的以太代币股 BMNR 股价则是从去年7月份的高点雪崩了87%，是此类资产当中跌幅最大的。他也认为，加密货币的熊市很可能还会再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现在绝对不是抄底比特币、以太坊的时候，因为它们的下行风险加剧，而它们的价格也最多只能在底部震荡磨时间罢了。我们很难看到它们的价格有 V 型反转的走势。现在至少需要等到2026年的下半年，如果美联储届时能够再降息或者再放水，才能够让比特币、以太坊的价格有持续的反弹走势。而我们现在暂时看不到这个希望哈。好，聊完了美股、黄金和比特币，我们开始聚焦今天的主题——甲骨文。Oracle 的跌幅简直了，和以太坊相比都不遑多让。过去一个季度，ORCL 股价从10月中旬的313美元一路暴跌到了现在的136美元，跌幅高达57%。更可怖的是，它的下跌趋势依然很猛，未见停止。查理在1月13日的节目中就给出了 CAI 系统对于 ORCL 的信号是卖出，当时它的股价反弹到了203美元，但是公司的基本面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它的债务压力依然很沉重。而现在做空的华尔街机构越来越多，对于甲骨文股价的下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甲骨文的底究竟在哪？它会不会真的套住每一个试图抄它底的投资朋友们？2月1日，Oracle 完成了单笔高达250亿美元的投资级高级无抵押债券发行，由高盛领投。同时，甲骨文的管理层还授权了一项高达200亿美元的普通股增发计划，这就意味着甲骨文的现有股东的权益将会被稀释。同时发债加伸手向股市要钱，说明甲骨文公司的现金流已经极其的吃紧。那在疯狂融资的同时，甲骨文公司近日也爆出还要通过大规模裁员来止血。投行 TD Cowen 的报告指出，甲骨文可能正在评估裁撤2万到3万名员工，此举能为公司每年节省80亿到100亿美元的现金流。这些省下来的钱将全部用来投入到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之中。裁员将主要集中在非核心的业务部门以及被视为负资产的 Cerner 医疗软件类业务。总的来说，甲骨文目前的处境非常的激进，一边是 OpenAI、Meta 等巨头催着要算力，另一边是市场对于它的债台高筑的恐惧。这张图显示了 Oracle 股价的 EPS 增速情况，可以看到，今年它的 EPS 只有7%的年增速，要大幅低于标普百平均10%的 EPS 增速。虽然到了2027年，现在的预测是它将实现30%以上的高增长。但是这个数字未来几个季度可能大幅的下调，因为甲骨文庞大的债务压力绝对会侵蚀 ORCL 股票的净利润。那截止到2月5日，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 Oracle 股票给出的是持有的信号，目前它的价格已经跌到了136美元，距离下方123美元的强支撑只有不到10%的距离了。当然，这里查理要特别强调一下，虽然我的 AI 系统目前给出了117到127美元的买点，但考虑到甲骨文的债务压力短期之内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我们如果想做 Oracle 的股票，
只能做波段短线套利的交易，而且你绝对需要控制甲骨文的仓位比重在总资金的5%以内，不然它可能在低位套着你1年以上的时间，想跑都跑不了的那种。好，聊完了 Oracle，我们来看看云计算领域的真巨头，AI 时代的王者谷歌。Alphabet 是在昨天盘后发布了 Q4的财报数据，表现是喜忧参半。谷歌的总营收达到1138亿美元，同比增长18%，超过了此前预期的1111亿美元。EPS 每股收益达到2.82美元，超过预期的2.64美元。净利润同比大涨30%。谷歌云服务的营收激增了48%，达到177亿美元。它的 AI 云订单加量暴增55%，达到了2400亿美元，反映出企业级客户对于 Gemini 3.0的渴望。然而，和之前的 Meta、微软差不多情况，谷歌预计到2026年将投入高达1750亿到1850亿美元的巨额资本支出，用于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对比，它在2025年的资本支出是914亿，今年翻倍的支出让分析师非常担心，谷歌的短期利润率会被折旧的费用严重的拖累。然而，谷歌是美股巨头当中唯一一家既有 AI 云服务业务，又有 LLM 大语言模型的全能型巨头，它的商业护城河极其深厚。那在去年破除了反垄断审查的政策风险之后，市场对于谷歌的溢价非常高，已经明显优于对于亚马逊、微软、Meta 的态度。因此，它也是唯一的一家财报之后它的股价没有大幅暴雷的巨头，相当的难能可贵。当然，因为2026年 Google 的 EPS 增速将大幅放缓，只有5.6%。我们如果以20到30倍的 PE 来计算它的目标价，会发现今年谷歌的股价范围大概率会出现在228到342美元之间，而现在 Google 的市场价是324美元。CI 投资系统认为谷歌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因此对于谷歌的股票，查理还是保持着观望的态度。那如果随着美股大盘进一步的回撤，它的股价能够回调到270到280美元的中等支撑区域，届时确实可以考虑分批建仓，逢低买入谷歌。查理认为，今年还是会有很大的机会看到谷歌的股价回撤到280美元附近，给喜欢它的散户朋友们再度上车的机会。在300美元以上，个人认为谷歌还是偏贵了那么一丢丢，我会选择再等等。当然，考虑到今年美股搞不好就来一个大熊市，谷歌的股价届时再度回踩236到250美元的强力支撑，也绝对是有可能的。如果谷歌届时也打折卖，查理绝对会考虑逢低建仓再入谷歌。个人非常看好这家科技巨头的长期发展。他作为雇主，在硅谷的码农圈子里口碑也是最好的，不会轻易 fire 或者 PIP 员工。他的工作环境也绝对是一流。查理经常去谷歌的 Mountain View 园区散步，那里的环境相当的优美。好，聊完了谷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只精英级别的软件股票 PLTR 和 INTU 的情况。Palantir 是在2月2日盘后发布了财报，营收增长70%，美国商业业务狂飙137%。原本大家担心2025年的高基数会导致 Palantir 明年增速放缓，结果他直接甩出了一份72亿美元的2026全年营收指引，这就预示着今年 Palantir 还将保持61%的高速增长。那如果放在2025年，PLTR 凭借着这个优质的财报，它的股价一举冲破200美元不是梦。然而今年的画风突变，华尔街主打一个往死里砸盘，Palantir 在周二开盘，股价曾经一度暴涨10%，冲向160美元以上，但是到了周三又直接被甩卖。而在过去2天，它的股价已经跌破到130美元。现在市场的主题还是杀估值，哪怕你的业绩再好，因为 PLTR 的市盈率依然高达200倍，那机构做空起来势头确实太猛了。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割肉卖掉 PLTR 的股票吗？其实也不用，因为 Palantir 的市价已经跌到了130美元附近，处在122到134美元的较强支撑区域，而它在更下方的108到119美元，还有一个连续的中等支撑区域。那现在如果我们割肉，其实有点亏了。如果查理持有 PLTR，那我会继续持有，等到今年夏天它的股价重回170美元以上，
再考虑要不要止盈离场。而且，如果 Palantir 接下来的价格能够跌到$120或者更低的位置，其实是逢低布局的好机会。最后，我们来看看 INTU 这只报税金融软件类股票，本周正在逐渐形成底部的结构。这是 INTU 股票在月线级别的交易图，可以看到，在1月29日和2月3日，INTU 股价从$550连续跌落到$430这两个交易日之内，它是放量下跌的，说明机构正在跑路。然而，好消息是，就在昨天，也就是2月4日，有机构买盘开始进场，在$430附近抄底 INTU 的股票，这也就造就了财结股价有企稳的迹象。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目前对于 INTU 股票居然给出了绿色的买入信号。系统认为，我们确实可以在$430附近分批建仓，逢低买入 INTU 的股票。当然，考虑到 INTU 在下方的$400附近还有一个强力支撑，我们也可以预留部分仓位，在更低的价格买入 INTU， 这样可以总体来讲把成本摊薄一些，也更加稳妥。总的来说，查理还是看好财结股价能够在今年报税季前后有企稳反弹的走势，因为它的 TurboTax 报税软件业务还有公司财务管理软件，短期之内被 AI 取代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那最后，软件板块的 ETF IGV 很可能在2月中下旬迎来阶段性的底部。我的 AI 系统认为 IGV 可能达到$65到$70的低位，和2023年10月份的支撑区域相重叠，届时将是投资朋友直接买软件 ETF IGV 的绝佳时机。这里查理完全不担心 IGV 的长期表现，这是因为 OpenAI、Anthropic 等新型的 AI 公司最后都要上市，他们未来也将被纳入到软件板块之中，从而为 IGV 带来新的上涨动能。而 EPS 增速放缓、主营业务逐渐趋于稳定的软件公司，比如说 Adobe、Salesforce， 未来在 IGV 的占比可能会逐渐下滑。长期来看，抄底 IGV 绝对是比单买软体类个股更加稳健的选择。对它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哦。好，聊完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5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 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从昨天的86%提高到90%，同时把剩下10%的资金放在超短期美债 USFR、SGOV 或者 SHY 中避险。在指数层面，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科技指数 IYW 都已经跌到了系统给出的买点。喜欢投资指数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在市价附近逢低抄底这两只优质的 ETF。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3只业绩表现很优秀的公司，分别是英伟达、Meta 和财捷，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到了2月5日，绝大多数科技股指数类 ETF 都已经在水下，而涨得最好的股票依然是重工业的波音、美图秀秀 Metro 以及波克夏哈撒韦。查理根据 CI 投资系统的提示，卖出了波音和 BRKB， 把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加仓买入了科技指数 IYW。和上期节目的看法一样，查理还是认为我们需要等到3月份才可能看到美股大盘企稳、科技股止跌回升的迹象。那现在咱们最好别被财报的噪音干扰，更不能被华尔街的洗盘和蓄势带偏了方向，低位割肉。交易结束之后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微软占比51.1%，Meta 占比13.4%，科技指数 IYW 占比9.1%，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和亚马逊占比7.4%。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美股市场2月份的暴跌有什么看法
2026年美股熊市就此展开了吗？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